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断舍离出圈，她用顶流法则狠狠打脸内娱乱象。赵丽颖用荒诞短视频向虚假繁荣宣战。当流量明星沉迷热搜时，真正的顶流早已跳脱数据游戏。她以真实劈开人设泡沫，用行动瓦解情绪绑架。在西藏暴雪中拥抱听障儿童说的听见花开的声音，比通稿更有穿透力，这才是顶流的生存法则。赵丽颖断舍离启示录，顶流生存法则暴击娱乐圈内耗，现象级整活背后的行业暴击。4月22日凌晨，赵丽颖用一段30秒的荒诞短视频震动热搜。画面里，她裹着宽大卫衣，模仿人形打的鼠，在镜头前翻着白眼甩手走人。这场行为艺术引发全网狂欢，却让圈内人集体陷入沉思。当流量明星还在研究热搜密码时，真正的顶流早已跳脱出数据游戏。10年前那个被嘲讽不会说话的姑娘，如今用抽象艺术完成对行业的降维打击。这记白眼看似无厘头，实则是她向虚假繁荣宣战的投名状。就像他在造成者片场零下10度练手语冻到跺脚，在向阳花发布会3连对绯闻那般，用最直白的方式撕碎行业伪装。生存法则3重拆解，第一刀砍向虚假人设。当同行忙着立学霸标签，他坦然承认念错字，没文化就多读书呗。面对综艺邀约直言舍不得孩子，在风吹半夏片场练出健身教练都服气的肌肉线条，这种真实感反而形成差异化竞争力，让观众看见演员的鲜活血肉。第二刀斩断情绪绑架，剧组欠薪风波本可置身事外，他却主动联系律师协助群演维权，遭遇差评轰炸时不辩解，转头成立5000万听障儿童基金，被质疑公益作秀，立即公布区块链善款流向，用行动代替解释，把舆论战场变成实力秀场。第三刀劈开流量幻觉，当别人在红毯争奇斗艳，他在人间剧组连续18小时揣摩多重人格。当营销号炒作吻戏话题，他淡定拆台2部戏都没亲密戏。在纪录片配音宣传期完消失，反而创下4平台热度破万纪录。这种反常规操作印证了注意力经济的新解法，稀缺性才是顶流护城河。行业规则的破与立，赵丽颖的生存哲学撕开了娱乐圈3重遮羞布。首先，暴击数据崇拜，证明热搜榜单的含金量敌不过监视器里的表演帧数。其次，瓦解卖惨文化，用幸福到万家和幸福式的硬湖生存替代眼泪公关。最终重构价值坐标系，在西藏暴雪中拥抱听障儿童时说的听见花开的声音，远比通稿里的华丽辞藻更有穿透力。这种清醒源于对行业本质的透彻认知。从农村姑娘到顶流女王，她始终保持着片场思维。人生如同长镜头，重要的不是某个高光瞬间，而是持续输出的表演密度。就像他在《知否》里诠释的盛明兰，用10年时间完成从活着到活明白的进化。娱乐圈这场生存游戏里，赵丽颖示范了高阶玩家的通关策略，把他人眼中的危机变成转型契机，将舆论场的噪音转化为事业跃升的垫脚石。当同行还在研究如何上热搜时，真正的顶流早已在创造新的游戏规则。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句子扩展出的约2000字中文长文，没有分段标题，结尾也带有面向观众的温馨寄语。赵丽颖再次成为话题中心，这一次不是因为新剧热播，也不是因为红毯造型惊艳，而是因为她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坚持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依据我现在更喜欢简单纯粹的生活引起了全网共鸣。不仅是粉丝，不少圈内艺人也在社交平台点赞转发，有人感慨赵丽颖不愧是看透内娱的女人，有人则说顶流也会累，她的觉醒像一记警钟，敲醒了这个浮躁的圈子。双引号。过去几年里，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可谓惊心动魄。从甜宠偶像剧女王到文艺现实题材的实力派演员，每一个角色的改变都在冒险。她不是在迎合流量风口，而是在主动跳脱舒适圈，不断与自己较劲。尤其是《风吹半夏》《谁是凶手》《向阳花》等作品中，她刻意放弃精致妆容，挑战素颜，甚至毁容式演技，用真实还原人物命运。这种断舍离不仅是对外在形象的舍弃，更是对演艺初心的回归。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许多人在上热搜拼曝光抢资源中迷失了方向，赵丽颖却反其道而行。她不再频繁参加综艺，不再刻意营业，不再依赖粉丝经济支撑声量。她选择做减法，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中。有人不理解，质疑她是否已经过气，可她用接连几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回应了这些非议。不是不红了，而是红得更清醒，更有分量。更难得的是，赵丽颖在断舍离的过程中，并没有变得冷漠或疏远，相反，她更懂得选择有价值的表达方式。她用作品与观众沟通，用态度传递影响力。向阳花中的底层母亲，在人间中人格裂变的女性，野蛮生长里杀伐果断的女企业家，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她对现实对人性的深度体悟。她不需要多说一句我多努力，因为一举一动，一眼一神，观众都能感受到她的认真与敬业。断舍离并不是简单的拒绝诱惑，而是学会在诱惑中保留本心。赵丽颖做到了。在外界喧嚣之时，她能独处、沉淀、选择；在镁光灯最强烈的时候，她却淡出、低调、不争。这种清醒和自律，是很多明星难以做到的。也正是这种选择，让她脱离内卷的娱乐圈困局，走出一条更宽阔也更长远的演员之路。如今的赵丽颖37岁，经历过低谷，也站上过巅峰。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每一次沉默都藏着爆发的力量。从拼命三娘到逆风翻盘的代言人，她不断刷新观众的期待，也一次次刷新行业对她的评价。她不靠炒作，不靠人设，仅凭作品，凭实力就能稳占话题中心，这才是真正的顶流。更重要的是，赵丽颖的断舍离不是一个人的修行，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缩影。她提醒所有人，在欲望横流的时代里，最难得的是坚定内心。在以流量为王的娱乐模式逐渐走向崩塌之际，赵丽颖用她的坚持和选择，为行业提供了新的方向。她不是在逃离，而是在引领改变。她在告诉后来者，顶流可以不浮躁，演员可以不妥协，选择沉稳也可以赢得掌声。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掌控一切。观众最爱却无缘奖项。王一博与华表奖擦肩内幕曝光。王一博以新中式云鹤西装亮相华表奖，沉稳气质获观众票选榜首，坦言能参与就是荣幸。芯片破云体能训练中，工作室花絮继续飞行，暗藏转型野心。2025年4月27日，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青岛举行。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代表亮相红毯。他身着深蓝色新中式立领西装，衣襟处绣有暗纹云鹤图案，搭配一枚银色钻石胸针，整体造型既保留传统韵味，又透着现代时尚感。与长空之王导演刘晓世一同走上红毯时，王一博步伐沉稳，面对镜头时微微抿嘴，展现出内敛的绅士气质。当主持人问及对华表奖的期待时，他简短回应：能参与就是荣幸，更希望观众喜欢我的作品。双引号。此次华表奖竞争激烈，王一博凭借在热烈中的表演入围优秀男演员提名。尽管最终未能获奖，但他在观众票选环节以断层优势位居榜首，引发业内对流量与演技的新一轮讨论。颁奖现场，当镜头扫过他时，王一博始终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偶尔与邻座的导演低声交流。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华表奖红毯上，王一博的造型与2023年出席时颇为相似，同样选择了中式立领西装，但这次的剪裁更为利落，少了些乖巧，多了份成熟。后台采访中，他透露近期正为新片破云进行体能训练。当被问及是否考虑尝试反派角色时，他挑眉一笑，只要剧本够狠，我不怕被骂。双引号。典礼结束后，王一博工作室释出一组后台花絮照，其中一张他站在落地窗前凝视奖杯陈列柜的侧影，配文继续飞行，呼应其主演的《长空之王》中试飞员角色。该片累计票房已达7.9亿，而该映的破云更被业界视为其转型硬派动作片的关键之作。在刚刚落幕的华表奖颁奖礼上，王一博的缺席引发了全网热议，不只是指他人未到场，更是指他与奖项的失之交臂。早前在各大观众投票榜单中，王一博凭借《无名》《长空之王》等作品的精彩表现，稳居人气榜前列。无论是角色塑造的真实投入，还是票房和话题的双重影响力，他都具备了一个获奖者应有的全面实力。可当结果出炉，他却未在获奖名单中出现，这背后的落差令无数粉丝与观众不禁感叹，这不是遗憾，而是不公。细究王一博此次与华表奖的擦肩，不少业内人士分析，背后并非完全是评审机制的问题，而可能夹杂着更多行业内的考量。首先，华表奖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重要奖项，评选标准综合了艺术性、思想性和社会反响等多方面因素。然而，在流量与实力并重的新时代，如何平衡新生代演员的公众影响力与资深演员的艺术积淀，成为评奖过程中一大难题。而王一博恰恰站在这个争议交汇点上。不可否认，王一博从顶流偶像向实力演员的跨越，是近几年娱乐圈最具代表性的转型样本之一。从综艺节目中的少年，到电影银幕上的沉稳角色，他身上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无名中，他饰演的张敬伟隐忍克制，细节打动人心。长空之王中，他挑战高难度飞行戏份，不靠替身完成实拍。两部作品不仅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更为他积累了大众认可与专业口碑。而在粉丝心中，王一博的努力也早已超越了爱豆的范畴。他不炒作，不喧哗，低调沉稳地走每一步，却在每一次亮相中释放惊艳。热烈的街舞燃爆舞台，他用身体语言诉说热爱。在人间用极限演技挑战精神状态边缘，展示演员深度。在这个流量盛行的时代，他用作品说话的方式，已是一种珍贵的逆行。回到此次奖项的结果，不少声音认为，王一博缺席或许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暂时还不在主流认可的时间点。这听起来有些讽刺，但却是现实中常见的艺术路径。他的风格过于年轻，他的经历过于短暂，或许有那么一些保守的评审眼光，尚未完全接受这位新势力。但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者从不会因为暂时的无奖而被遗忘，反而会在一次次遗憾中沉淀出更大的能量。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王一博与奖项的擦肩，也许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他并未因结果沉默或消极，而是选择继续推进自我价值的构建。就在颁奖礼后不久，他出现在国际舞台，成为亚洲流行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参与的影视项目持续推进，新的合作也在悄然进行。他不依赖奖项认证自己，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构建演员身份的底盘。更令人感动的是，王一博始终以真诚回应所有的关注与质疑。他不解释，不抱怨，不逆反。他的社交平台依旧干净，他的出现在每一次公开场合都如初见那般笃定。他给粉丝最好的回答，不是哭诉与愤懑，而是一如既往的认真与全力以赴。对于粉丝来说，这一次的错失反而成为更加坚定追随的理由。正因为他曾被看清，才更要陪他一起走远。正因为他没有拿奖，
才更要支持他用实力赢得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审美与态度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演员，而王一博正是他们选择的答案之一。未来，奖项还会有，作品还会来，而真正站得住的，永远是打不倒的信念与经得起等待的价值。正如王一博曾在采访中说的那句：“我只想一步一步来，走得稳一点，走得久一点。”他不为结果设限，但为过程尽力。他知道，属于他的荣光不会缺席，只是正在路上。写到最后，想对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你说：当你看到一个年轻人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向前，当你看到他一次次被忽视却依旧努力，当你看到他用沉默对抗偏见，用作品回应喧哗，请你也别放弃自己的坚持。每一个默默努力的你，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而在聚光灯下的王一博，也终会因为你的陪伴，走得更稳、更远、更亮。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